到题目就两眼一抹黑的大熊，硬是被吹成了五彩斑斓的黑。接连攻克作业和胖虎两大恶势力，都来学学什么叫做彩虹屁的最高境界。大熊与胖虎正在进行一场男人间的世纪对决，他俩的武器不是刀，也不是枪，而是橡皮。只见大熊的小可怜宛如蚍蜉撼树，压根动不了胖虎的大宝贝，他被胖虎的全力一击直接送走。重要的事情说两遍，这是小夫的橡皮。这俩人狼狈为奸，就为了看落败的大熊戴上痛苦面具。大熊一回家就开始折腾蓝胖子要道具，巴不得把他给晃散架了，可却换来了老妈。恨铁不成钢的老妈本想大发雷霆，可突然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蔫了吧唧的走了。傻乎乎的大熊看不出来，老妈这是彻底失望了，还挺乐呵的。蓝胖子只好把他拖去写作业。看到大熊还没开始就要结束，蓝胖子赶紧拿出热血加油麦克风，让他给大熊打气加油。麦克风一听命令，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围着大熊一顿乱吹，都快吹出花来了。大熊的小宇宙燃烧起来了。对大熊来说，完成作业确实比登上珠穆朗玛峰还要伟大。在麦克风的鼓励下，大熊一鼓作气写完了题目。敬业的麦克风还不忘设置采访环节，没想到大熊的一句“我相信我可以”，就收获了无数喝彩与掌声。既然麦克风这么神奇，那用来对付胖虎也不在话下。大熊的小宇宙再次燃烧，刘翔附体般冲向空地。胖虎小夫已经打算回去了，但此时的大熊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这次势必要和胖虎一决胜负。在麦克风的作用下，连树叶都当起了气氛组。这次是胖虎先手，亲身示范了什么是过度膨胀带来的危害，不仅没打到大熊，自己还差点掉下去。接下来大熊要做的就是补刀了。他气沉丹田，大吼一声，轻轻松松完成了收割，成为了麦克风眼中的最强男人。胖虎输了本来就不爽，一听大熊把他形容成恶势力，一把拎起大熊就要来个真人快打。麦克风也被小夫捂住了嘴，这下可没谁给大熊加油了，这一拳就被打得鼻青脸肿。麦克风和小夫一样，也是个见风使舵的货色，二话不说就向恶势力胖虎低了头。胖虎被他夸得心花怒放，大啦啦的四处扫荡。小夫本来还寻思自己借了他橡皮能用一用麦克风，没想到在麦克风的教唆下，胖虎变得更加凶恶了。小夫只能连滚带爬跑回去拿漫画来，受害者越来越多，胖虎一路坑蒙拐骗，一项项贡品拿到手软，小伙伴们都敢怒不敢言。吃够了，玩够了，胖虎该开始唱歌了。浑身都是戏的麦克风拍起虎屁来是一套一套的，胖虎的心也越来越飘，一言不合就在自家院子里开始轻轻演唱。麦克风可真是给自己挖了个坑，别人都听不下去了，他还得接着吹胖虎。谁知胖虎一时兴起，抓起麦克风对着嘴唱，杀伤力可想而知。麦克风直接短路，说胖虎是大猩猩在学蛤蟆叫。胖虎刚要发火，老妈犹如神兵天降，他对自己儿子唱歌难听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。胖虎吓得把麦克风扔飞了，正巧掉到了大熊老妈的面前，再度脑震荡后恢复了正常。于是回家之后，有了麦克风在一旁加油鼓励，老妈又有了教训大熊的干劲儿。看着麦克风在旁边不停的添油加醋，大熊真想抽死那个把他带出去的自己。要是麦克风这时又坏了，会对老妈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一夜暴富的机会终于降临到大熊眼前，只要挖了这个宝藏，就能走上人生巅峰，迎娶白富美指日可待。今天究竟是什么好日子？骗天骗地骗大熊，两人挤眉弄眼唱双簧，要送大熊一张价值1个小目标的藏宝图。但凡大熊有点脑子，也知道这种好事还轮不到他。可惜大熊没脑子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俗称坑死大熊没脾气。谁让他不记得今天是愚人节呢？大熊膀胱一扫，发现还有一个大爷也被坑，这下大熊平衡了。傻瓜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可大爷在挖的并不是钱，而是化石。根据他的推断，这里肯定有好东西。大熊两人一拍即合，扛起铲子暴力开挖。大爷气得张嘴一顿输出，把他俩赶跑了。大熊两人回到家已是午饭时间，吃着盘子里的鱼。大熊寻思也得过愚人节，吃剩的鱼骨头给了大熊灵感，两人决定联手坑大爷一次。蓝胖子又把贝壳也加上，然后用时光包袱巾盖住，快进到几亿年前变成化石，然后找到大爷。一无所获的大爷看到他俩拿来的化石，说都不会话了，开心的像个200斤的孩子。大熊两人憋笑憋得好生难受。大爷可是真把这化石当回事了，他认为这应该是最原始的鱼和贝类，而且还和现代的没什么区别，简直就是世纪大发现。乐呵呵的往家走，蓝胖子实在过意不去，现在的大熊跟虎父二人有啥区别？愚人节说谎是为了让大家都开心。有些惭愧的大熊又有了个好主意，
他要用垃圾来上化石骗局，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说出真相，制造喜剧效果了。两人带来垃圾化石，却没找到大爷，便先把化石埋在了附近。刚完事儿，就看见大爷带着闺女来了。女儿告诉大雄他们，大爷从小就想当古生物学家，可惜没当成，退休了才有时间捣鼓这些东西。所以这次发现化石，他老开心了，整个人都跟年轻了10岁似的。这下大雄也慌了，但两人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。刚做完一番激烈的口头和心理斗争，准备交代事实，大爷那边就一惊一乍的。先是苹果核化石，足以证明苹果不是从外国传入，而是日本本来就有的。接下来又是蝙蝠伞化石，是比始祖鸟还要早的一种生物。还有扫把化石，被当成了巨型海百合。大雄和蓝胖子听着都要哭了，这要是真让大爷发表出来，不得丢人丢到国外去了。两人心一横，全招了。时间包袱巾一开，果然是一堆垃圾，大爷的小心脏差点承受不住。大雄和蓝胖子只能灰溜溜的跑了。忽然，一只大蟑螂爬到了大爷面前。大爷一看，这不就是三叶虫吗？等等，三叶虫！大爷千里一声吼，大雄两人就吓得跪地磕头，一气呵成。然而大爷只是想问，这灭绝了的三叶虫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可这怎么能做出来呢？所以这就是被时间包袱巾还原了的真正的三叶虫，而且还是活生生的新品种。神清气爽往家走，虎夫还想拉拨仇恨，可大雄确实找到了宝藏。那么三叶虫化石究竟是什么时候混进垃圾堆里的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虽然管胖虎叫大猩猩会挨打，小夫说都不敢说，但在金刚眼里，胖虎可是大猩猩中的美女，下一部金刚的女主角非你莫属。财大气粗的小夫拿出5张游乐园入场券，邀请大家周日一起去玩。胖虎高兴的差点把小夫挤成人渣，可大家到了游乐园才发现，这也太货不对版了，不仅设施都十分老旧，还一个人都没有。检票的园长更是恐怖的，能让人原地飞升。园长正在给大家检票，一个小卷毛无视他跑了进去，接着又来了2个猛男和一个老头。大雄一行人漫无目的的在游乐园里走着，见大家都嫌这里破烂，小夫随口来了个谐音梗笑话，结果只有他自己尬笑，大家都被他冷的当场冻在原地。但这却启发了蓝胖子，拿出了冷笑话枪，人手一把，只要讲了冷笑话之后再开枪，就能成真了，时效30分钟。胖虎听了跃跃欲试，要把摩天轮变得更气派，可这一枪开了个寂寞，因为根本就不是冷笑话。大雄自告奋勇，上前把摩天轮变成了啦啦摩天轮，每个舱都会唱啦啦歌，这可比刚才热闹多了。小夫看见过山车也来了灵感，大家坐上了面包机过山车，时间一到，面包片就会飞上天，沿着轨道滑下去后遇到断口，又会跳到另一个面包机里继续弹射。接下来是变成小牛旋转杯的旋转咖啡杯，充满少女心的静香把蹦床变成了软软布丁床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小夫自己把蹦极变成了大猩猩蹦极，结果不仅不敢当着胖虎面说这个词，还忘了自己的恐高属性。好不容易缓过来的大家坐上了空中秋千，蓝胖子把它变成了粒子秋千。经胖虎验证，这个还真能吃。蓝胖子开着静香变出来的草莓卡丁车，被那雪人超车之后，方向盘失灵了。还好他是个老司机，最后没翻车。大雄发现刚才的老头被同伴落下了，向来尊老爱幼的他，一枪把拐杖变成了绝妙手杖，妙到能带着老头上天的程度。来到了鬼屋，里面就像大家想的那样破烂，一点也不恐怖，当然大雄除外。傻乎乎的科学怪人和摇滚风格的长颈妖怪把大家逗乐了，大雄却怕得要命。静香甚至觉得河童和木乃伊很可爱，可大雄还是怂，胖虎变出了小鬼寿司和吸血鬼黄瓜，没想到大雄反而不怕这俩。于是胖虎把金刚变成了海带金刚，他就像被泡发了一样迅速膨胀，直接把整个鬼屋都给拆了。大家疯狂逃命，逃到了死胡同。现在胖虎满脑子都是海带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终于想到了把它变成快乐金刚。刚才还凶神恶煞的他，一下子变成了傻大个，跳起了海带舞。胖虎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金刚抓走，带到了塔顶上。这是要致敬名场面的节奏吗？还好失效的时间要到了，金刚变回原样，胖虎则自挂东南枝。园长又像鬼一样出现了，他原以为大家对这个乐园很失望，因为没什么客人，所以明天他就要关门大吉了。小卷毛却站了出来，他希望游乐园还能开下去。可园长是真的没钱了，但钱对小卷毛来说不是问题，因为他是冷笑话王国的第15代王子，潇洒2世，人家可有个有钱的老爹，没有什么事一通电话解决不了的，游乐园又可以开下去了。夕阳之下，收获圆满结局的大家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家之路。可大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所以小伙伴们知道到底是少了什么吗？